师傅，我今天就是想把这件事问清楚。你上次说，真正练拳的人，到最后不是在跟人较劲，也不是在跟自己这副筋骨硬碰硬，练到深处是要以空气为水而行。我那时听完，心里就卡住了。水，我懂。鱼在水里能游，人下河也能游，手一滑，腿一蹬，水自然有拖有阻有沉有浮。可空气呢？空气明明看不见摸不着，平常觉得它轻飘飘的，怎么拿它当水？怎么在里头行拳，又怎么在里头养出力？我越想越怪。可怪的不只是这句话，而是我回头一想，拳经拳论里好像早就藏着这个意思。像古人说运劲如抽丝，我以前只是把它当成一句形容，以为不过是在说动作要慢一点柔一点。可现在想想，若前面真是全空的，手一出去就只是空挥，那怎么会有抽丝的感觉？抽丝之所以是抽丝，就是因为中间像有一条细细不断的东西，你不能猛不能断，只能一路绵绵地走。还有那句有脚而腿而腰，总需完整一气，我以前也只是背过去，知道上下要配合。可若照你说的以空气为水而行，这句话忽然就活起来了。就像人在水里前进时，不是只有两只手在拨，而是脚、腿、腰、背，全身都一起送出去。只要有一处断了，整个事就散了。再想到拳论里说的一动无有不动，一静无有不静，还有上下相随，周身一家，我心里就更不安了。这些话会不会本来就不只是单讲动作？会不会他们其实是在讲，人若真练进去，便不再是零零碎碎的用手用脚，而是整个人像浸在一片看不见的介质里，一动周身都跟着动，一松里外边一起松，一静不是硬闯，而像分水而行。我其实不是完全没感觉，有几次走架，我手一翻一送，前面像不是空的，不是碰到墙，也不是碰到什么食物，而像有一层很薄很活的东西，我一急它就散，我一松它又像粘回来。脚往前踏也不只是踩地而已，有时像是整个人被什么轻轻拖着，不快不猛，却能一直往前送。那种感觉很怪，像有又像没，有一想抓就跑掉，所以我才更糊涂。这到底是我的错，居然还是你说的那个以空气为水而行，真的有这回事？而且你常说人的力有两种，一种是硬挤出来的，一种是慢慢养出来的。前一种我懂，年轻人火气旺，牙一咬尖一顶，当下水都像很厉害。可后一种呢？那到底是什么？怎么养？又养在哪里？我也看过很多人，年轻时跑得快，喊得大，脾气也冲，谁都觉得他有本事。可过了几年，气开始短了，腰也空了，肩颈老是紧住，稍微累一点就烦，遇到事情也撑不住。反倒有些老人不快不慢，话不多，动作甚至不显眼，可你一靠近，就觉得他像井一样深，像树一样稳，像石头一样定，风吹不走，雨打不乱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是功夫？是涵养？还是真的是你说的那口气？师傅，你今天别再只丢一句话给我，你说的深一点，说的明一点。你说的这句以空气为水而行，到底是不是就藏在拳经拳论那些话里？你这次算是问到肉里去了。世上学拳的人多，真正会问的人少，多数人一上来就问招式怎么接，手怎么打，腿怎么进，碰到对手怎么赢。这些不是不能问，可若一开始就只盯着这些，那一辈子大多也只能在门外转，因为那都是枝叶，不是根。拳若只剩拳，那就薄了。人若不懂气，不懂身，不懂怎么在天地之间安放自己，拳学的再多，也只是多几个姿势，多几句说法。像有人拿笔描出一条大江，山也画了，岸也画了，船也画了，浪也画了，可画得再像，终究不是真水。
真水是能流的，是能载舟的，是你一脚踩进去立刻知道深浅冷暖的。你刚才问得很好，你不是乱联想，全经全论里确实早就在讲这件事。你想，什么叫运进如抽丝？那不是叫你做慢动作，也不是故意拖，他是在讲你的劲不能断，不能粗，不能一下有，一下没有，要像丝一样细细的出去，绵绵地出去，里头始终连住。这是什么感觉？这就是在有介质的地方运行，象鱼摆尾，像舟行水上，手虽走近，却不是空的。再说有脚而腿而腰，总需完整一气。这一句更明白，他讲的不是局部，是整体。若人不懂这个道理，就最容易只剩末梢乱动，手是手，脚是脚。可真懂的人不是这样，他脚下有根，腿中有送，腰里有主，背后有路，最后才行于手。这就像鱼在水里游，不是尾巴单独使劲，也不是鳍单独乱拨，而是整条身子都懂得顺水、借水、分水。所以古人才又说一动无有不动，这话不是夸张，是真到那一步才有的实情。人一动不是局部先跑，而是周身俱到；一静也不是表面不动，而是里头没有乱翻。你若把身体练成一块一块的木头，自然不懂这句。可你若真感到空气里有承托，有迎送，有阻力，有流动，你就知道全论里讲的上下相随，周身一家，不是口号，而是身体进了那个状态以后自然会有的样子。你先想鱼，鱼为什么会游？不是因为它拼命，真正会游的鱼不是用一身蛮劲去撞水，它是懂水的，他知道怎么借水，怎么顺水，怎么转身，怎么藏劲。他一摆尾，水就回他；他一侧身，水就拖他。他不是离开水后才研究水，他是活在水里，所以全身都明白水。人就不同，人活在空气里，却最容易把空气当成没有，天天吸它，用它，靠它活着，可偏偏不知它的分量。你口渴了，知道找水；肚子饿了，知道吃饭。可胸口闷时，你才想起原来还有呼吸这回事。最要紧的东西，往往最容易被人忽略。空气不是空，你若急，它对你就是乱的；你若躁，它对你就是碎的；你若硬，它就让你更硬，硬到最后自己把自己锁死。可你若慢下来，松下来，沉下来，你就会发现空气里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有流动，有层次，有迎有送，有浮有沉，只是平常人太粗，感觉不到。所以我说，练拳练到后来，不是在比手快，不是在比水肩膀硬，而是在学一件事，以空气为水而行。这句话不是叫你幻想前面真有一池水，也不是叫你把招式打得像游泳。它的意思是，你要像鱼懂水那样，慢慢去懂你身边这一口气，懂你自己这副身，懂你一动之间哪里在争，哪里在抢，哪里太浮，哪里太僵，哪里没根。人一不懂，动作就粗。粗在哪里？粗在一，有念头，肩就先耸；一要发力，胸就先顶；一怕没用，手就先硬；一想求快，脚下就先乱。这种人看起来很用功，
实际上全是在消耗自己。像不会游的人一下水，手脚乱拍，以为自己很努力，其实越拍越沉，越慌越乱。真正会的人，不是不用力，而是不用那种乱力；不是没有劲，而是不把劲卡死在一处；不是松垮，而是把多余的东西卸掉，让真正的劲有路可走。你问什么叫养出来的力？就是气不再四散，而能慢慢归家。这个家古人叫丹田，你别一听就把它想得神神秘秘，说白了，它就是你身上能蓄能藏，能让散乱之气慢慢沉回去的地方。平常人为什么容易累？因为气老往上跑，遇事先顶胸，说话先冲喉，情绪一来，眼神飞尖紧紧，呼吸断，整个人像锅里滚水，想得很实际，上空得也快。可你若懂得把呼吸放细，把心收回，把腰胯松开，把那些不该出头的地方一层一层放掉，气就不再乱冲，而会慢慢往下归。久了，那口气就像溪流入海，自然汇聚。聚了，人就有底。有底的人不一定看起来很强，可他站着脚下不虚，他说话声音不飘，他动手不忙不乱，他遇事心里有地方落。这种稳，外面学不像，装也装不久，因为它不是演出来的，是里头真有东西。所以你看到有些老人动作慢，眼神确定，力气不显，身上却有股不容侵犯的沉实，那不是他故作高深，而是他里头那口气没有散掉。气没散，神就不服；神不服，身就不乱；身不乱，劲就绵；绵不断，这才叫掌力。不是一拳有多重，而是一拳出去，里头还有第二口、第三口，不是打完就空，不是出完就散。像抽丝，一路有线；像流水，一路有源。这才是真正能久、能远、能沉、能稳的力。所以你以后练拳，不要急着求整套漂亮，先求一掌有水意，一步有承托，一呼一吸不乱。你迎风翻掌，别只顾助手行，要去赶前面那层气。你缓缓走架，别只想把招做完，要去赶那条劲是不是像抽丝一样不断。你若能赶到一丝，就守住那一丝；能赶到一线，就仰掌那一线。不要贪多，不要造劲，久了自然变样。到那时，你就会知道，拳不是拿来逞强的，拳是拿来整你这个人的，让你不再一遇事就炸，一受击就冲，让你知道怎么收，怎么沉，怎么含，怎么化，让你外面柔和，里头有主，让你看起来不争，实际上最有根。所以我才一直叫你慢，不是嫌你笨，是怕你服；我叫你松，不是叫你散，是怕你卡；我叫你沉，不是叫你压，是叫你归。人若能归，气就能聚；气若能聚，劲就能长；劲若能长，拳才有味道。我现在就给你一句最白的：会拳的人不是拿身体去撞世界，而是让自己在天地这口气里慢慢学会以空气喂水而行。师父，我好像听明白了，原来不是空气变成了水，而是人若练得够细、够松、够沉，就会知道自己其实一直都活在一片看不见的水意里。以前我总以为全是拿来把自己练硬，现在才知道，真正高的不是更硬，
而是更深。不是把力往外挤，而是把气往里养。不是一出手就想赢，而是先让自己不乱。而且古人那些全经全论，原来也不是空话。运劲如抽丝，讲的是不中断；完整一气，讲的是不分家；一动无有不动，讲的是周身俱倒。原来你说的这句以空气为水而行，不是另外发明的道理，而是把古人早就说过的东西换成我今天听得懂摸得着的话。师父，我懂了，我回去在走架时不再只想着招，我要先学住把自己放进那一口气里，一掌一式，慢慢练，看自己能不能有一天真的做到以空气为水而行。